有一个秘密，只要说出口就会死。汪秀才知道这个秘密，因为他已经死过一次了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萌讲故事。三生记。上回说到，读书人汪秀才偷走了清风寺的小罗居，没想到就在路上遇到了一伙更贪婪的强盗，那伙人看中了他的骡子，一刀夺走了他的性命。汪秀才的魂魄坠入了冥府。大殿上，身穿官袍的冥官正在翻阅一本巨大的簿子，神情严肃，一页一页慢慢地翻着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也许是1刻钟，也许是1个时辰，也许更久，那个人终于抬起头。汪秀才，声音不大，却在大殿里回荡。汪秀才想回答，喉咙里却只能发出含糊的声音。你盗窃清风寺罗居。那人翻着手里的书，语气平淡，像在念一份清单，最终因罗而亡，来世转生为罗，到清风寺偿还。什么？罗？我要变成罗？汪秀才想要反驳，想要解释，想要求情，但他什么都说不出来。那个人挥了挥手，然后又是黑暗，更深更浓的黑暗。在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世界变了，很奇怪的感觉，他的视野变低了，看到的东西都是从下往上看的，身体也不一样了。4条腿。他低头看到自己的前腿，不是腿，是蹄子，黑色的蹄子。汪秀才，不，现在应该叫他什么？他已经不是汪秀才了，他想叫出声，却只能发出一声长嘶。灰。那声音回荡在耳边，刺耳又陌生。这是我的声音。他慌了，想站起来，4条腿却不听使唤，撑了几次，又摔回稻草堆里。乖，慢慢来。一个声音响起，温和而平静。一双手伸过来，扶住他。他抬起头，看到一张脸，很苍老的脸，满是皱纹，但眼睛很慈祥。那双眼睛好像在哪里见过，很熟悉，非常熟悉。但他想不起来了，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他不记得自己是谁，不记得自己从哪里来，不记得自己曾经是个人。他只知道眼前这个老人让他觉得很亲切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罗居，现在大家都叫他小灰，因为他的毛色是灰色的，渐渐长大了。他学会了走路，学会了跑，学会了吃草。他每天跟在那个老人身边，老人叫智空，是清风寺的住持。小灰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是想对这个老人好。每次智空师傅挑水，小灰就跟在后面，想帮忙。虽然他还太小，什么忙都帮不上，但他还是想跟着。每次智空师傅劈柴，小灰就站在旁边看，看着师傅额头上的汗水，小灰觉得心里很难受，却不知道为什么。每次智空师傅念经，小灰就在院子里安静地待着，不乱跑，不叫唤。这小罗真是乖。智空师傅摸摸他的头，笑着说，好像通人性似的。小灰蹭蹭师傅的手掌，他想说些什么，但他只是一头骡子，他什么都说不了。又过了几个月，小灰更大了。智空师傅开始教他干活，驮柴火，拉磨，驮着师傅进城买粮食。小灰很听话，从不偷懒。师傅让他往东，他绝不往西；师傅让他站着，他就一动不动。小灰乖。师傅总是这样夸他，真是个好骡子。听到师傅的夸赞，小灰心里就很高兴，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听到师傅高兴，自己也会高兴。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那么想对师傅好，但他就是想，发自内心的想。有一天，小灰在院子里看到一截旧绳子，就是普通的麻绳，已经磨得很旧了，一头都散开了。小灰盯着那截绳子，忽然觉得心里一阵刺痛，那种痛说不清楚，好像这截绳子跟他有什么关系，但他想不起来，他什么都想不起来，他只是一头骡子，骡子是不会记得那么多的。小灰低下头继续吃草，但那种刺痛的感觉过了很久才慢慢消失。秋天到了，有一天智空师傅病了，躺在床上，
脸色蜡黄，一直咳嗽。小辉站在房门外，听着里面传来的咳嗽声，心里很焦急。他想进去看看师傅，但房门太小，他进不去。他想叫大夫，但他只是一头骡子，他叫不来大夫，他什么都做不了。他只能在院子里来回踱步，一遍又一遍，蹄子踩在青石板上，发出踢踏踢踏的声音。村民来了，给师傅送药。小辉站在门口，看着那些人进进出出。他想问师傅会好吗？但他问不出来，他只是一头骡子。师傅的病拖了很久，整整一个冬天，师傅都没能好起来。小辉每天都守在院子里，他不敢走远，怕师傅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。冬天很冷，下了好几场雪。小辉站在雪地里，看着师傅房间的窗户，那扇窗户总是关着。有时候小辉会看到窗户里透出微弱的灯光，那灯光在风雪中摇晃，好像随时会熄灭。小辉就一直看着那盏灯，只要灯还亮着，就说明师傅还在。春天来了，师傅的病却没有好。那天早晨，小辉像往常一样在院子里等师傅起来，但师傅没有起来。村民来了很多人，都是来看师傅的。小辉听到他们在说话。师傅走了，昨天夜里走的，很安详。哎，也好，不用再受病痛折磨了。走了？什么叫走了？小辉站在院子里，看着那些人从师傅房间里进进出出。然后他们抬出来一个东西，一个长长的木盒子，师傅在里面。小辉冲上去想拦住他们，但被人拉住了。这骡子怎么了？可能是舍不得师傅吧。畜生也有情啊。小辉挣扎着想挣脱那些手，他想跟着师傅。他想问师傅，你要去哪里？他想问，我能跟着你吗？但他什么都问不出来，他只能看着那个木盒子被抬走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山路尽头。小辉站在寺门口，仰天长啸，咿哦，咿哦，那声音回荡在山谷里，久久不散。师傅走后，寺里来了个年轻的和尚，但他待不了多久就走了。这破庙太穷了，连香火钱都没有，我才不要待在这里。年轻和尚走之前，把小辉卖给了村里的屠户。这骡子老了，也做不了什么活了，卖了还能换点钱。小辉被屠户牵走了，他回头看了一眼清风寺，那座破旧的寺庙，青苔长满了院子，屋顶上的瓦片都碎了。师傅不在了，寺庙也要荒废了。小辉忽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断了。什么东西他想不起来，但就是觉得有什么东西断了。屠户的院子里关着很多牲口，猪、羊、鸡，还有几头牛。小辉被关在最角落的栅栏里，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死，他闻得到血腥味，他看得到那些被杀掉的牲口。他知道下一个就是他，但他不怕，他只是觉得很累。这10年，小辉忽然愣住了。10年，他怎么知道是10年？骡子会数年份吗？他摇摇头，不再想这个问题。也许死了就好了，也许死了就不用那么累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屠户来了，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。小辉看着那把刀，看着屠户走过来，看着刀举起来，然后在那一瞬间，所有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。他记起来了，他记起来自己曾经是个人，一个读书人，姓汪。他记起来自己偷了清风寺的罗驹，那匹雪白的有着4只乌黑蹄子的小罗驹。他记起来师傅就是智空，那个被他欺骗的善良的老和尚。他记起来自己是因为那匹骡子死的，现在他变成了骡子来偿还。那种熟悉感原来是愧疚，那种想对师傅好的冲动原来是忏悔。那结救绳子原来是当年牵走小罗驹的绳子。一切都明白了，但已经太迟了。刀落了下来，小辉想说，师傅，
对不起。但他来不及了，他什么都来不及说了。又是黑暗，又是那个大殿，又是那个穿着官袍的人。汪秀才。那人翻着生死簿看了一眼，点点头。这10年你倒是尽心尽力，虽是畜生身，却有悔过心。他抬起头看着汪秀才的魂魄，准许你再世为人。汪秀才，不，现在他又是汪秀才了，跪在地上。他想说些什么，想说我记起来了，想说我错了，想说如果还有机会，我一定不会再做那样的事。但那个人已经挥了挥手，去吧。黑暗再次袭来，但这一次黑暗里有光，温暖的光在黑暗的尽头闪烁着。第3章，夭折。还有声音，模糊的，遥远的，像是隔着一层水，听不太清楚。快了，快了，用力，再用力。然后一阵剧痛，不是他的痛，但他能感觉到他被挤压着，推着往一个狭窄的地方去。好难受，好想挣扎，但挣扎不了，只能顺着那股力量一点一点地往外挤。好冷，外面的世界好冷，冷得刺骨。他想哭，然后他真的哭了。哇哇，哭声从他喉咙里冲出来，响亮而尖锐。是个男孩，恭喜生了个男孩。一个声音响起，带着喜悦和如释重负，是产婆的声音。有人抱起他，用温暖的布包裹着他，他感觉到那双手在颤抖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那个声音很温柔，带着哭腔。他慢慢睁开眼睛，视线很模糊，看不太清楚，但他看到一张脸，一张满是汗水的脸，眼睛红红的，但笑着，那双眼睛里满是爱意。娘的孩子，娘的乖孩子。那个人轻声说着，把他抱得更紧了。娘。他认识这个字，他听得懂这个词，他想回应，他想说些什么。娘。那个字就这样从他嘴里溜了出来，声音很轻，有点含糊，但确实是那个字。刚出生就会说话，会给他招惹来些什么后果？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，期待在3生记下回与你再相见。